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再来玩立将变形出品的这两款汽车变形玩具啊。这两款我们之前有玩过的大比例版本，现在变成了小比例。这上面写着的解放车是1:54的，红旗车是1:34的。而且这回包装有所更换，没有了直接可以看到内容物的透明窗户，上面这里有一个盖子，顺着这里的虚线把它抠开。 这样才能展示到里边的内容，而且这一块上面还可以撇下来2张，相当于卡片啊。不过吧，这个就是普通的纸箱子的板子，看起来是有一些廉价的。如果这个卡片后边有不干胶，能这样对粘在一起啊，正反面，这样就好看多了。 来看这两辆车的实物啊，还原度依旧是非常高的，毕竟拿到了正版授权的车型嘛。红旗的表面依旧是做的这种磨砂的哑光面处理，解放的这个就光光亮亮的了。不过这两个放在一起比例好像并不是很合适啊，因为最后它是配到了一个人形统一的高度，所以车型上边两个比例有一些参差不齐。虽说是缩小了，但是这些电镀的细节还是做的 一丝不苟的，前方的车灯，后边这里，转圈看下来还不错吧？也就是这一块的转轴比较碍眼，其他的方面这个车型的切缝也不是特别的乱。上面有一个小红旗，我们可以把它揪下来，来开始变形。这种玩具变形就很简单了，先把车门打开。 这个小翅膀的车门只能是2个一块打开的，并不能做到那种车门的像我们印象当中的打开方式。好，把这块胳膊先揪出来，然后注意前轮这里往开拉，整个的顶起来，和车顶的位置有一个大的插扣，把它卸松，腿部左右分开，接着打开这块的盖子。 把后边的这一块双关节折上来，腿就可以直接的翻出来，里边的脚丫子拉出来，旋转个180度，把这块盖起来。正确的变形是翻转180度，这边有涂装造型面的是正面，翻到车顶，顺着这个地方抠开里边挂着的2个卡槽，脑袋撸起来，顺着里撬开。 放下来，最后咱们把武器装上。这边是一个警用的盾牌，也可以掐在手臂上，插手臂儿吧。冷兵器是这样的一个拐，倒着扣在手上。礼宾车的红旗变成了一个戴着大檐帽的警察，拿着一个盾牌拐。造型来说，其实还是挺有趣的啊。 头部这里球形关节上抬下抬，胳膊来回旋转，这个地方是球形关节啊。平举的话能举到这么高，胳膊2段关节可以屈臂。这一块也是个球关，来回的旋转，手腕可以左右的旋转，腰部来回的拧。变形需要胯部也是球形关节，大腿根能转，膝盖大概只能折到这么一点啊。 脚踝左右有接地，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吧。正面这里腿部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你翻过来，把这面当成正面，这个大脚丫子倒是也不难看。然后来看这辆解放卡车的变形，其实吧这一回缩小了以后啊，这2款变形和之前的大比例好像也都有一些不太一样了。腿部这一块的变形，先把这个地方的插扣掰开，还是挺紧的，毕竟锁了这么长的一条。 然后把这2块面板对折起来，这个翻转，叠成这个样子，3层夹合的形式，往这边扣，脚尖窝下来，顺着大腿根旋转90度。上半个车的变形，先把车门连同玻璃这里展开，然后看手臂藏在这个地方，顺着这里往下拉，然后左右打开轮子。 肩部的这个关节拧下来，手肘转正，然后让开脑袋后方这个扣子卡上来，中间的这个凹槽插下去，背包直接往上锁，后边有扣子把它定一下插住，
然后现在就呈现了一个斜着的角度啊，把这个上半截的马槽打开，双段关节折叠收起来，左右扣合，这里边都有按扣子。哎，整理一下。解放的手型和之前的红旗不太一样，主要也是因为它要这样插进去，旋转一下，扣这把大砍刀，哇！另外还有一根带刺刀的步枪，后边这里有一个扣子，可以插在手腕上。好，于是这样就变形完成了。头部的造型像是一个戴着防寒军帽的解放军样式啊，很有那个时代的年代感。脸部是银色的涂装，肩膀这里因为变形的关系啊，感觉有一些靠下了，所以这个身材比例似乎有一点点的怪。腰部这里，这个没有转腰。腿部这里前踢、后踢、侧踢，这里是开口的球形关节，大腿根能旋转。膝关节里边有一些磨点的定位点，也是折到45度左右。脚尖球形关节的左右接地，手肘这个地方是带有磨点的齿轮。胳膊肘这里可以旋转。那么好，以上就是这两款的变形过程了，还是非常简单的。区别于之前的大比例版本，这回在变形结构上边有一些改动的地方。最后完成的效果嘛，这见仁见智了，毕竟是儿童玩具嘛。不过用料材质的厚度还可以啊，板件的这些坚固稳定性也不错。把玩了几圈下来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容易白痕的地方。只要变形到位的话，有一些卡扣其实还是挺细的，变的时候拆的时候要注意一些。整体完成的效果在车型状态下还原度自然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变形过程也很简单。相对来说，这个都是小孩子的玩具，所以也是可能大的那个不太适合把玩，这个小的变起来会更加的简单一些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